你有没有算过你账户里所有仓位叠在一起，总风险有多大？大多数人答不上来。多数人的风控停在单笔止损，设没设，亏多少，仓位按净值算还是按余额算，这些重要但不完整。缺的那一半是你的仓位跟仓位之间到底什么关系？5个品种，3个策略同时跑，他们在互相保护还是在互相加杠杆？这就是今天要聊的东西，机构级风险管理，一套把风控从单兵作战升级到组合指挥的方法论。说个场景，你大概率经历过，某天你做空了欧元，做空了澳元，还做空了纽元，3个信号，3个策略，单独看都没问题，但你细看这3个品种全都在做多美元。对于单独策略来说，确实是3次独立的交易机会，但从我们整体账户来看，其实是同一笔赌注压住了3倍啊！美元一反弹，3笔止损同时触发，账户被一波带走。这不是策略的问题，是风控维度缺了一个。你只看了这笔单子能不能做，没看这笔单子加进去，你的整体账户会不会更加危险？这就是散户和机构的思维区别。机构怎么做？金融市场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风险价值，你把它想象成你账户的体温计啊。这里不扯概念啊，那些后面我们讲。这里先举例一下它的3个应用场景，大家感受一下。场景1，风险共振，直接拦截。假设现在你的账户已经有欧元和澳元的空单了啊，策略又给了你一个纽元的空单信号。以前的你是信号来了直接干啊，现在的你会用代码在后台先预演一下啊，如果我的仓位，我的账户加上纽元，我的总风险会不会超标啊？如果超标了，那么这笔交易会直接被拒绝啊，单子根本发不出去。这笔可能会让你多亏损几千美金的这种共振单，它还没出生就已经被枪毙了。场景2，天然对冲放大执行，同样的持仓，这回信号是做多纽元啊，前面我们说的是做空，现在是做多啊。然后代码在后台一算，发现纽元的多头跟你手里的那些美元的多头形成了一种对冲关系啊。那么这笔单子加进去，我们的总风险不但没涨，反而还降了啊。那这种免费的午餐，系统会毫不犹豫的放行，甚至可以考虑加仓。场景3，风险评价，动态配资。你以前是怎么定仓位啊？用固定的一手，还是用这个账户余额的2%、1%啊？现在可以通过风险价值，可以做到，不管你做哪个品种，不管市场怎么变，你每一笔单子的风险预算都是根据最近市场的客观波动来的，有没有设止损都可以。通过仓位管理，就可以把最终如果被打损的一个打损金额限定在一个大概率的范围内啊。波动大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减仓；市场平静的时候，系统又会自动的加仓啊。仓位是跟着市场的脾气动态调整啊，但是你的风险底线是雷打不动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内部课程的新系列啊，如何将机构级的风险管理加入到我们的交易流程中啊。那么这个系列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啊，分为12个部分啊，从机构理论到 Excel 的这种手算的示例，再到 MQ15 代码落地实战啊，那么全部的内容包括涉及到的源代码、策略的、工具的都已经上传到学员资料中啊，内部学员可以自行下载啊。而且核心的代码我已经做了封装啊，也做了解耦啊，所以使用起来很简单啊，难的其实就是理解它这个概念啊。但这会是你今年看过的最硬核的量化内容。好，那接下来大家就享受这种头脑被轰炸的感觉吧。这期开始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系列啊，这一套东西呢虽然会比较进阶啊，但我会尽量讲的接地气啊。它主要讲的是机构在用的一套风险管理方法啊，不过我会拆开来剔除掉我们用不到的啊，保留普通交易者用得到的部分啊。那么它的目的呢，最直接的不是让你赚更多，而是让你赚得更稳啊，回撤更可控，整体的盈亏比也会被优化啊。好，那么我们整体的节奏还是先把理论讲清楚啊，为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做啊，把这些整体的概念我们必须先理解明白，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例说明啊，这些公式啊，这些以及变量都是如何计算的啊，我们逐个的去拆解啊，最后我们把所有的逻辑公式都带入到代码中啊，带入到 EA 中去看一下，最终我们是如何应用这个机构级的风险管理的啊。好，那么这里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现在有没有做风险管理啊？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的啊，但很多人的风险管理基本上就是指的止损啊，比如单笔账户的金额止损，或者
账户净值、账户余额的百分比止损，都是基于当下这一笔仓位的风险管理啊。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啊，但不是今天的重点啊。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止损不重要啊，当然很重要啊，它是单笔交易单层面的一个风险控制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整体风险需要我们考虑啊，也就是你的所有的在仓单、所有持仓加在一起，总风险到底有多大啊？那么换句话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说这笔单子能不能做，而是这笔单子如果做了，会不会让整个账户变得更危险啊？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机构级风险管理，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让我们现在的风控变得更加的完整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风险管理从单笔交易的风控升级到组合层面的风控。我这里先讲一个熟悉的概念，就是相关性啊，这个在其他的视频中。很多视频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讲过啊。如果你对此还比较陌生，那么你可能需要再复习一遍啊。我们讲这个作为投资组合要分散啊，比如不同的资产、不同的策略、不同的周期啊，本质上啊都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仓位会同涨同跌啊。那么一旦你的持仓高度相关啊，市场它只要往反方向一走啊，你的所有单子可能就会一起亏损啊。那么打个比方，如果你同时开了10个品种的单子啊，而这10个品种全都是高度相关的啊，比如全部都是日元的交叉盘啊，那你的止损其实就是摆设啊，因为一旦日元这个暴动啊，你会发现10个止损会同时触发，那这种共振式的亏损就很容易造成你整体账户一个很大的回撤啊，甚至是爆仓啊。所以我们讲投资组合，就是至少你的品种的相关性要做到足够的分散啊。但是注意啊，你只是做到品种的分散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啊。我们接下来这一系列内容就是在相关性分析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啊，就是不只是要避免相关性，而是要去真正衡量去量化整个组合的一个风险啊。那么这里面有2个核心维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相关性啊，这个你已经有相关的概念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啊，就是这个品种的波动率。那么同样是高度相关的这个资产，如果波动率都很小啊，那么其实面临到的风险，也就还好啊。但是如果你的风险很大啊，那么风险，就整体你的波动很大啊，那么我们总体账户的一个风险也会被放得很大。所以，真正危险的一个组合就是那种既相关性又高、波动性又大的情况啊，那是最危险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在开仓的时候，在开仓的这个时间点去计算的啊，它不是提前计算啊，它是在开仓的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点去实施计算的啊，它不像我们之前讲这个品种的相关性、策略的相关性，我们可以提前使用 Quant Analyzer QA 这种软件去进行提前计算啊，但是这种程度还不够啊，最起码在机构来说还不够啊。而我们现在要讲的这种方式，就是在实时的开仓这个环节去实时的进行计算。那么计算出来的东西用来干什么呢？答案就是很简单，就是限制你的交易啊，限制你的交易行为啊，决定这一笔仓位它究竟要不要开啊，或者是也可以根据目前的持仓情况以及品种的波动情况，去根据目前市场的风险推算出，如果我们要做这笔交易，我们应该用多大的一个仓位啊。那么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他这个脑子转得比较快啊，他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种更宏观程度的去干预仓位、去干预做单信号的操作，那么势必会过滤掉很多策略它本来要做的交易啊。那么这样岂不是干预了策略的一致性啊？这样的操作真的对吗？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降维打击的视角去深度解析一下啊。大概是这几个视角，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重新定义一下这个一致性啊。我们一致性究竟是要遵循信号的一致性，还是风险的一致性啊？那么从机构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们的一致性追求的是风险敞口的一致性啊。因为虽然我们信号是一致的啊，但是你账户面临的真金白银的压力是不一致的，就是 VAR 啊 ，Value at Risk 啊，这个是不一致的啊。那么这个相关的概念我们后面会讲啊。也就是从整体账户的风险来看啊，这种过滤啊，这种交易信号的过滤，它本质是在过滤那些让风险变得更高的交易啊。换句话说，不是你交易的信号少了，而是你开始有选择性的进行交易啊。那么机构追求的是，无论市场怎么变啊，我的每一笔交易进入组合之后，它的风险贡献度是一致的啊。所以这个一致性它是一个选择啊。那么机构它选择了更高维度的一致性。那么第二个视角就是从信号驱动转向决策驱动啊。一个好的这个交易信号，它只是一个入场券啊，而风控模块它拥有最终的一个否决权啊。那么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啊，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一个业务员啊，
其实我们的策略信号就相当于是业务员啊，那么他谈回了100笔生意啊，但是首席的这个风险官发现，其中10笔生意，如果我们这个公司做的话，它会导致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老板，你是为了业务的一致性，强行去做每一个信号，去做每一笔交易，还是说你为了公司能够活下去，活得稳定，而过滤掉一些生意，过滤掉一些交易信号啊？所以机构级技术的这个精髓，就是它这里面有个 incremental VAR 啊，来计算新加的这笔交易，它到底是在帮你赚钱，还是在拖垮你的组合啊？所以这是它要衡量的一个角度啊。所以就是它更宏观，它不会出于单笔的这个交易信号去考虑啊。好，然后第3就是解决这个过度相关导致的风险重叠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干预信号？是因为我们要处理策略无法识别的相关性风险啊。那么如果你同时开了3个日元交叉盘的空单啊，那么从你单独的策略来讲，可能是觉得这是3次独立的机会啊。但是从你总体账户来看啊，从这个数学逻辑来看，你的风险其实已经瞬间暴增了3倍啊。我们这里引用一下 MPT 啊，也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和有效前沿的逻辑啊。那么就是说，这种干涉它是在代码里面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啊。当组合的风险已经饱和时，哪怕你的信号再漂亮啊，那么系统它也为了保护整体账户而放弃你这一笔单独的一个开仓信号啊。所以这种干预在机构来看，它不是破坏，而是保护。好，这是第3点啊。那么第4点啊，就是风险的绝对控制力啊。当然这一点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但是如果你是想吸引外部资金或者做这种大资管的人来说啊，那么投资者的第一要求就是你对于风险的绝对控制力啊。投资者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到哪个单独策略的哪一笔交易啊，他会说你破坏了这个一致性而去撤资啊。但是他会因为你整体的一个回撤，你同一时间的这个风险敞口过大而导致的这种心理承受啊，他们会因为这个而撤资啊。好啊，大概就是这4点啊。那么如果理解的话，应该就会明白啊，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机构级的风险管理啊？它要考虑的角度和我们日常考虑这个单独信号的角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会更加的宏观啊。所以这跟我们讲到的